大家提交上的方案我都看了，都非常不错啊，但是你们都缺少一个核心概念，就是不能让它淹没在周围的环境之中。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要确定一个问题，就是博物馆到底用哪种风格，否则我们很容易就放飞自我去设计了。在建筑风格上面，我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。我个人比较偏向于以玻璃为主要元素的偏现代化设计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太突兀了？对，咱们的康阳板块采取的是新型环保概念，我倒是觉得在建筑风格上可以融入一些东方的元素，然后再延续这个概念。我同意。可是我觉得博物馆不是世博会中国馆，如果所有设计都是中式建筑，那么怎么体现我们跟意大利合作呢？意大利风格也不仅于此吧？对呀，而且双方的交流可以体现在商业板块上的交流，不一定要体现在这个建筑上。而且这个展馆落成在中国，用我们中国的建筑，我觉得完全顺理成章。对这一点啊，我倒赞同叶兵的意见。毕竟博物馆和康阳板块不一样，它应该是两国文化的载体，更应该具有融合性。那就两边都不靠，然后选一个现代型建筑嘛。哎，这个我保留意见啊。但目前这个阶段呢，不排除任何一种方向。你们可以先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，认真的揣摩一下吧。那你个人呢？你觉得哪个方案更好？我倒是希望能找到中国和意大利在建筑上面的融合点。毕竟艺术美学它是有共通性的。但是艺术更有排他性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四不像。它不代表我们不可以试试看呀。行，我们大家都努力尝试。然后顾总，那我也说两句。看到汪希和叶兵的探讨，我真心觉得，作为他们的朋友，他们的进步真的很大，都可以跟您据理力争了。我必须为你们点赞。关于这个方案呢，我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除了风格以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，那就是我们想通过这个博物馆，想让世人看到的是什么？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建筑？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容器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应该具有自己的灵魂。杜所，真的拔高了，是吗？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了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好，这是奥利的最新项目，我已经谈下来了，后面交给你来跟进。这么难啃的项目你都谈下来了，士别3日，刮目相看呢。又不是只有你有办法的。我不关心你是用什么办法谈下来的，但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我没有习惯给别人善后。这可是周总监交代的，按照最新的规章制度，我是这个项目的领头人，具体工作怎么分配，我说了算。好，你说了算。慢走。19号、58号都结过了啊。好的，帮我接待一下这位客人。您好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我要一个拿铁。哦，好的，您稍等。哎，你要什么？一杯美式。一杯美式。一杯美式，谢谢。哎，好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在这儿工作。哦，你们认识啊？我女朋友。哦，很漂亮。哎，要不你们去做，弄好了我给你们送过去。好，走吧。
前男友了。这怎么能跟我说？中午吃点什么？桑桑，桑桑，一切都没有变，你回来吧。我感觉好像回不到那个时候了。虽然才过了大半年，我感觉已经很长时间都过去了。不会的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，重新开始。我今天看到陈一晨了，他好像交了新的女朋友。桑桑，你也会找到新的男朋友，我们都会好的。我不管，你今天反正是肯定不能走了，你要留下来陪我聊天儿。桑桑，梁总，你这施工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我都跟你说过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对不对？再说艾董也讲了，提前完工大家是有奖金的，但前提是质量一定要保证。这是和政府合作的项目，绝对不能有任何纰漏。你还是太年轻，你太容易紧张，放松一点啊！我们都是按照施工图施工的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那最好。但如果出了问题，谁都跑不了。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，苏总。
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想点好事儿，说点吉利话。梁总，您跟我说句实在话，咱这施工图是设计院出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这心里不是不踏实吗？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第一被追责的那可就是我们施工单位。什么出事儿？出事儿？你们都什么毛病了？盼什么出事儿？说点好话不行吗？哎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就好好干好你的活儿，加快点进度，其他事儿你别管那么多。行，你就当我没说，我去盯着他们去。喂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我想跟你聊聊康阳板块施工图的事儿。施工图？施工图不是已经交付了吗？还是当面说吧。你是在公司还是已经下班了？我也可以去你家附近，咱们找个咖啡馆碰一下。行吗？苏瑞，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？非大晚上见面说？康阳板块已经开始开工了。这么快？服务员，要一杯饮料。哦，我还以为起码还得半个月才能审批下来呢。没有拿到许可，你们就开工了？你们疯了，这是违规的。打扰一下，您的饮料，谢谢。谢谢啊。我也是他们开工了才知道的。那你告诉我什么意思？毕竟你是项目上的负责人。这个项目图是我负责，但是这个施工不归我负责，怎么我现在要承担责任吗？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我是害怕后面出了事情你会受连累。所以我还得谢谢你是吗？现在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告诉了我以后，我是应该去举报你们，还是应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件事我不应该瞒着你。我建议你们立刻停工。我也是身不由己。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就算了，既然我知道，就不可能当做没发生过。3天，我给你3天时间去说服他们，不然我就得上报。还有苏瑞，你最了解我的，既然你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，就知道我会怎么处理，你明白的。也许吧。哎，听说你们在竞标，别感冒了啊，注意身体。你别再给我添麻烦就行了。我也不想。
大半夜的，你打什么电话呀你？老板，出事了，工地上出大事了！啊，出什么事了？齐总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坐下说。根据现场发来的消息，说是建筑的基础沉降造成大面积坍塌。地基基础是我们结构专业按规范算的，充分考虑到软土的因素。桩已经打了，怎么可能塌了？现在质监部门已经在查验图纸和施工现场。齐总，我要去施工现场看。好。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。我还是请假吧。我去，桑桑，西西，你干嘛呢？我给你发了那么多微信，打那么多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啊？出事儿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出什么事儿了呀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各大知名公众号都在扒你和苏瑞的事儿呢？我跟苏瑞那都以前的事儿了。周镇产业园施工现场出现了重大事故，有工人受伤了。听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，好像是什么坍塌了。而且你和苏瑞那天晚上见面应该是被拍了，他们传的可难听了，说你们之前就有男女关系什么的。你赶紧起来看看吧。王琦，王琦，王琦，快开门！王琦，王琦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吧？你都看到了？铺天盖地，全世界人都知道了。公司的人呢？密斯玛呢？知道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陪你跟他们解释清楚。工地的事故严重吗？有没有人员伤亡？没有人员伤亡，没事了，咱们回公司一起商量。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的电话都不要接，赶快收拾，咱们回公司。好。跟甲方有这样的前世，你为什么不跟公司打声招呼？公司完全可以派别人去对接，避嫌，你懂不懂啊？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，不能因为他和甲方的负责人是旧识，你就怀疑他对公司的忠诚。顾总，这个时候出来护短，不太合适吧？汪希说他们俩是合作关系，那这个照片怎么解释？要我再给你打开看一下吗？不用，汪希现在和我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我充分的相信我女朋友的人格，她不会和苏瑞有超过商业合作之外的关系。至于那个照片，明显就是错位拍摄，是有人故意想推脱责任，转移视线。那张照片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天晚上苏瑞找我，真的就说了康阳板块的事。他找你说什么？他主动跟我承认，康阳板块在没有拿到许可的前提之下，就提前私自开工了。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汇报给公司？昨天晚上实在是太晚了，我又不太舒服，回家我就睡下了。可我当时就跟他说了，3天之内必须停工。但其实这件事情本质上是青城集团违规操作，跟咱们方会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就负责把盖好章的图纸给他们，后面负责的应该是青城集团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一个设计方，现在工程出现了问题，那么就得由参与各方协商分析责任。青城集团应该出面解决这个事情。工程出了事儿，监理公司一查才知道，没有开工资质就私自开工，这是严重的违规。这是两码事儿。提前违规施工是青城集团和施工单位的责任。至于什么导致地基出现问题，我们现在还不至于下结论吧？我下午要去指挥部汇报情况，你亲自去施工现场跑一趟，我相信你能发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这个项目是我负责的，我会负责到底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吧，那就
该干嘛都干嘛去，别让公司上上下下都被这个事儿整得人心惶惶的。丽丽，你负责在公司安抚军心。放心。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指挥部来电话了，责成方会彻查此事。该谁来负责，总得给各方一个交代。我觉得我们的设计没有问题。光我们自己相信有用吗？昨天深更半夜了，投资人打电话来追问此事。我们会尽快解决的，但是不能一出事儿他们就来兴师问罪。我们毕竟签了对赌协议，他们也承诺过，不会干涉经营的。方慧就是被资本绑架了，所以才走到今天。他们说不干涉就不干涉了吗？他是我们的投资人，是我们的甲方爸爸。我知道了。下午去工地之后，随时跟我保持沟通，有什么情况尽快通知我。我尽快查明前因后果的。你们年轻人的私生活，我管不着，也管不了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总不能向全社会去解释你们俩的关系吧？况且，这种证据根本算不上证据。还有，我必须提醒你，如果这件事情方慧能证明没问题，自然是最好的。如果还有什么后续的情况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？我明白了。干活去吧。你们不但在拿到许可之前私自开工，还弄出事故，你们这是在犯罪！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？话不能这么说嘛，我们这个施工可是严格按照图纸进行的。那好，那你们就现在把施工图纸拿出来。去，把图纸拿来。啊！你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去啊！好的，好的，我去了。这边。好。那瞎子。这个施工图是我负责的，我熟悉所有细节，跟我们的施工图核对才知道。还有，许可证都还在审核，谁让你们开工的？我们这个施工的是样板段，这不也是为了赶工期，抓点时间吗？我们想好了，哎，等那个施工手续批下来，我们就大面积开工。洪总，这么大的施工面积是样板段，你糊弄谁呢？这，行，图纸呢？嘿，你耐心点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你，快，这怎么快点？跑来吧！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来。王琦，上去以后不要紧张，好好跟他们说，实话实说就行。知道。我等你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没有拿到施工许可就提前开工，本来认个罚就行了。但是现在工程质量出了问题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是啊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工地刚刚跟我来电话了，方慧已经带人去过现场了，说施工图纸跟他们当初给青城集团的施工图纸数据上有差别。我记得这个施工图纸是您亲自给梁正的。当初苏瑞拒绝给他们摆图，我就直接给他了。现在麻烦就在这儿，
如果施工单位咬死了说我们私下给他们的图，他们只是按图纸办事，那我们一点都解释不清楚。大意了，我确实大意了，没想到他们胆子这么大。咱们现在本来就没有按正规途径去拿到施工许可，又没有图纸备案，所以这个图纸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我们一点都解释不清。方慧那边什么态度？他们肯定是想把自己摘出去。苏瑞是这个项目的直接负责人，又是丑闻的另一个主角，我怕到时候……梅梅，康阳板块项目怎么回事？苏瑞为什么会被拘留？苏瑞是项目负责人，出了事儿他当然配合调查。他才来青城集团多久？才接手州镇产业项目多久？现在一出事，他接手一天他要负责。公司的事你少管。梅梅，你先消消气，坐下来听我说。艾总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苏瑞他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就有心理准备去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这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嘛。而且他现在只是接受调查，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，你不用过于担心。你以为我傻吗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总要有人负责。到时候万一出了问题，苏瑞就是你们的第一个牺牲品。梅梅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艾总对于汪希跟这个苏瑞之间乱七八糟的事，他本来就很……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汪希、苏瑞以前是好过，这我知道。他们俩现在就是普通的合作关系。再说了，苏瑞干得出偷工减料的事儿吗？这是犯法的，他有那么蠢吗？你既然能这么相信苏瑞，那也应该相信你爸呀。你爸他能干出这种事儿吗？你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苏瑞是公司的人，艾总不会不管他的。你听我的，先回家等消息。调查组一旦有消息，我立马通知你。艾梅，怎么了？网上那些新闻都是乱写的，你可千万别伤心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跟清晨的苏经理不是本来就是一对吗？我都见到过好几次他来接你下班了。你观察的挺仔细的嘛。我这是好意关心你。哎呀，不过也是，你说你上哪门子心啊？你看看你之前跟汪希关系这么好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撬了闺蜜男朋友呢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汪希又撬回去了，这么看也没什么。你信不信你再多说一句，我抽你！艾梅，周总监让你过去。周总监，你找我？安远地产的项目有人匿名举报你帮甲方吃回扣。这项目是王林谈的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他用了什么手段，你应该问他呀。我问了，王林说前期是由他负责的，但是对方迟迟不肯松口。上周他把案子转交给你，希望能找到突破口，没想到你很快就拿起来了。你说有人举报我，有证据吗？他们发来一段语音，对方声音被处理过了，但是你的声音我还是听得出来。有钱大家一起挣，上次我说过了，只要您把设计预算往上做一做，多出来的部分不就是您的先股费吗？您考虑的如何呀？周总监，如果我说这声音不是真的，你信吗？我是部门总监，有人举报你还提供了证据，我只能公事公办，对你停止调查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是清白的，我想很快就会查清楚的。所以我现在被停职了吗？我也是按规矩办事。OK， 没问题。
艾梅的事儿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她现在自顾不暇，康阳板块出事儿，倾城被第一个问责。听说负责人还是她男朋友呢，找个机会给她坐实就行了。那这万一他事后算账怎么办啊？毕竟他可是倾城集团的千金啊。他有本事拿出证据啊，没有证据我也是公事公办，他也没什么可说的。也是，去忙吧。哎。你是不是在生气啊？对，我在生气。你那天晚上见汪希，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呢？那天我们只是在聊工作，所以就没和你说。那你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啊！现在我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怕你多想。多想？苏芮，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小心眼儿和爱吃醋吗？我提醒你，别的我都可以不介意，哪怕你哪天跟别的女人好上了，别让我知道，算你本事。但是我不希望再发生像今天这样。全世界都知道，都在看我笑话，我自己一头雾水，没办法怼回去。喂，没问题。好。汪希，估计要和我聊康阳板块的事。我送你。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。施工地基的事到底什么情况？这件事情我已经跟调查组解释了1天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们施工的图纸根本就不是我给你的那一份？不可能，图纸是你们盖了章的。是我们盖的章，但是你施工之前仔细比对过吗？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但是这个项目既然是你在负责，你应该清楚这中间的过程。其实中间有些事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件事情跟倾城集团无关？那你更应该跟他们解释清楚。关键在于和倾城集团有没有关系，我也不确定。之前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图纸，现在确定了图纸被修改，方慧嫌疑最大。我们方慧内部都有人信。他们为难你了？为不为难我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真相。还有，你跟我说他们违规施工的事儿，你跟调查组说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说话呀！我没有办法左右你的决定，但是方慧作为设计方，我们有权利知道图纸究竟是在谁手中被修改。今天的这些话，你不要和任何人说。为什么？如果今天来的是顾威，我不会跟他讲任何一个字，只是因为你，我不想骗你。你想保护爱豆？这个项目本来就是我负责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别人想陷害你们呢？但如果是这样，我相信你们，爱豆都会查出真相。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是因为艾梅吗？人总是要变的吧。我以前想事情太简单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还有太多事情需要处理。汪希，嗯？我跟安梅的事，我欠你一个道歉，对不起。
嗨，我当你要说什么呢？走了。你快来看，这份图纸盖的是电子图章。这盖电子图章有什么问题吗？但是在画这份设计图的过程当中，公司出了2种的事情，我们后来一直盖的都是电子章。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调查组。但至少我们有方向了呀。电子图章？对呀，电子图章不容易伪造，都是保管在它的终端系统里面。只有知道密码和接触得到电脑的人才有机会。而且如果盖章，我们每次都是需要层层签字的。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，就是在以前的合同或者图纸里面，把电子图章扫描出来，然后再 PS 到图纸上，效果是一样的。难道真的是青城集团？方慧的人也是能接触到的。你是怀疑咱们公司内部的人？下班了吗？咱俩视个频啊。爸，宝贝啊，下班了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我挺好的，你到哪儿了？哎呀，我最近太忙了，我都没空看你直播。我这到云南了。哎呀，你妈妈在的时候，就说一直想来一趟，现在。总算来了，你好好玩，玩得开心点。哎，不许去雪山啊！你放心吧，爸心里有数。这平地还玩不过来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骑摩托的好处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怎么了？爸怎么听着你的声音嗡嗡的？感冒了？哎，没事儿，换季嘛，难免的。放心吧。那你自己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别光为了美，你有的时候该加衣服得加衣服啊。拜拜，不跟你说啦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儿啊。我刚刚接到调查组那边的电话，说已经查到那家城建公司的资质有问题。白董，这件事，青城集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们青城集团每一个项目都有独立的负责人，艾董不可能每件事情都亲自过问的。徐总，我来说。我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。这事情出来了，我肯定是有责任的，我有失察之责。给我点时间，我把事情查清楚，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地基呀，这可是一栋楼的根本呐。要是整栋楼都建成了，那查出的问题岂不是更多？昨天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相关证据都给到调查组，所有的数据在上面标的都是一清二楚的。你们说图纸不对，但那上面的章是你们盖的吧？除非你们能证明这些图纸是伪造的，否则一样有连带责任。
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证明的。我们尽快找到问题的根源，一定。我以为我很坚强，心里有铁壁铜墙，可泪水根本没有跟我商量，偷偷流出了眼眶。原来爱这么荒唐，太认真反而遍体鳞伤。看我的手相，怎么全是风浪，痛到钻心却难忘。爱上你这一场，才知道我的坚强是一种假象，是一只惊弓之鸟许我的逞强。越是害怕，越需要夸张。爱上你的下场，是让我飞蛾扑火，又哭着散场，是带着回忆开始一个人逃亡。世界荒凉，只留下玫瑰的余香。我心碎不需要欣赏。